谁也没想到，巩俐跟张艺谋分手20年后，竟然还能合作，不但再次横扫无数大奖，陈道明、巩俐教科书般的演技，更是让国人集体破防，哭到泪崩。劳改犯千辛万苦逃出来后，终于和分别20年的妻子相见，但没想到刚要相聚，就被硬生生拉开。陆焉识被一堆人摁走，留下婉瑜撕心裂肺的祈求。她无助地望着丈夫，不敢想象这次她要经历怎样的惩罚。20年前，陆焉识被打成右派送去改造，婉瑜一个人把只有3岁的女儿拉扯大。她一直遵从丈夫的心愿，让女儿学习跳舞，女儿也很争气，是团里练得最好的。但难过的是，女儿一直拿爸爸当敌人，因为在她印象里，爸爸就是一名违抗命令的逃犯，接近他就是自毁前途。他跟我没关系，我服从组织决定。每次看到女儿这样，婉瑜的心里都异常难受，因为她不知道要怎么劝诫女儿。直到这天晚上，门口传来了敲门声，力道微小，但声音清晰。婉瑜明白是丈夫逃回来了，她赶紧过去开门，可走到中途又想起楼下有人监视。她站在客厅两难，一边是分别20年的丈夫，一边是女儿的舞蹈前途。最终，她还是狠心没有开门，豆大的眼泪从婉瑜眼中掉落，而这个决定也成了她永远的痛。过了一会儿，门下塞来一张纸条，斑驳的纸上写着潦草又熟悉的字迹：明早8点，火车站见。这是丈夫的邀约，她一定要去，但女儿却冲出来阻拦。你为什么不为我想呢？从小到大，什么事儿都为你想，这件事儿要为你爸想。女儿的眼中满是恨意，原来她本有机会跳女主角，可就因为爸爸的身份，她只能当背景板。她心有不甘，如今妈妈要是和爸爸相见，绝对会彻底毁掉她的前途。我不管，我不让你去。丹丹，妈做什么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就好好的跳你的无情话吧。婉瑜不顾女儿阻拦，早早出门，带着前一天晚上蒸好的馒头和行李来到火车站。可刚一到这儿，就发现巡逻队早已埋伏好，她的希望破灭了，她的生活再次被打入地狱。但庆幸的是，3年之后，陆焉识被平反了。她兴冲冲地回了家，时隔20年，她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走上这条熟悉的小路。陆焉识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来到家门口，试探性地敲门，结果发现门根本没锁，布局还是那样熟悉，自己最爱的钢琴被保护得很好，桌子上还压着自己当年留给婉瑜的字条。就在这时，婉瑜回来了，陆焉识转过身看着婉瑜，满眼期待地走向她。婉瑜，我回来了。但婉瑜却明显一愣，岔开话题问她，这都是你的东西。她并没有陆焉识想象中的惊喜和激动，反而是对待陌生人的客气和礼貌。你没吃饭吧？你在这吃饭，我去买点东西，买点吃的，在这吃饭。说着就起身要去买菜。陆焉识看着婉瑜，不解她为何如此反常。下一秒，婉瑜的动作更让她震惊。她正在小屋铺床，婉瑜上来就撵她走，请你出去。你怎么了？出去。婉瑜，我是焉识。你是谁？陆焉识啊！你胡说什么？你出去，出去！你怎么了？说着，婉瑜就把她的行李全丢到门外，眼中满是恨意和惊慌。她已经不认识他了。原来1年前，婉瑜生了一场大病，从那之后，她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脑海中残存的还是3年前的人和事。陆焉识和她分别20年，她早就不记得陆焉识的样子，只记得他被送去改造，而他在等他回家。街道的主任看不下去，亲自带着陆焉识向婉瑜证明：我现在以组织的名义向你保证，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，就是你的爱人陆焉识同志。还特地给婉瑜送来公函，告诉她陆焉识已经被平反。婉瑜拿着公函，双手颤抖。20年的等待终于换来今天，可她依旧认不出眼前的人就是她曾整日为之哭泣的丈夫。直到陆焉识被平反后，她开始每天清晨都去火车站接他，但每次结果都一样，人潮散尽，依然没等来那个熟悉的身影。陆焉识在背后偷偷看着婉瑜，一股苦涩涌上心头。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让婉瑜记起自己。他拿出自己上个月写给婉瑜的信交给她，上面写着本月5号到，今天是4号。他打算明天再去火车站重演一遍自己下车的场景，想着那样婉瑜就可以认出自己。果然，收到信的婉瑜第2天又早早来到火车站，但这次他特意举着一只大大的牌子来等陆焉识。陆焉识看到后，赶紧假装刚下车的样子，满心期待地走向他。但难过的是，婉瑜还是没认出他。这一次他又失败了，但他没放弃，又专门跑去咨询医生。医生告诉他，如果把回忆唤醒，那么病人就会想起曾经的事儿。他赶紧让女儿拿来曾经的照片，发现照片上的自己都被剪掉了。这些照片都是谁剪的？
女儿心虚地看着爸爸，本以为爸爸会责骂她，可没想到陆焉识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他没有责怪女儿，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也满是委屈。第二天他又找到女儿，拿着好不容易从老同学那找到的一张照片，托她给婉瑜送去。婉瑜拿着这张照片，对着阳光仔仔细细地看，她认出了老同学，认出了她自己。妈，这是谁？这是陆焉识。女儿听后开心地开门。妈，他是谁？婉瑜探出脑袋，仔细端详眼前的人，眼中放出了久违的光，可下一秒又暗淡下去，抬手就把陆焉识关在了门外。你以后不要带这种陌生人到我这儿来，你听见没有？婉瑜一把从女儿手里抢过老照片，嘴里还不停地数落：放你这儿，你又把你爸捡了，你就知道捡。丹丹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，我不会原谅你，不原谅。原来3年前陆焉识被抓就是他告发的，那时他恨父亲让他丢掉跳女主角的机会，而革委会也保证只要他说出父亲的行踪，就让他重回女主。可那次告密后，不但家庭四分五裂，自己也并没有像他们保证那样跳回女主角，委屈和愤恨涌上心头，一怒之下他把爸爸照片全都剪了。婉瑜因此大发雷霆，彻底和女儿决裂，而这件事也从此成了婉瑜的心病，直到现在他都不敢锁门，嘴里还总是念叨不能再把焉识锁外面了。对不起你和妈，都怪怎么会怪你呢？那怪也怪我呀。他从没怪过女儿，因为父母对孩子永远都会无条件原谅。这天，陆焉识来到婉瑜的家，房间空无一人，因为今天是5号，婉瑜早早就去火车站接他。但陆焉识却衣着正装，坐在了钢琴前。他知道婉瑜一定记得自己弹奏的那首渔光曲，他瞄准婉瑜回来的身影，算好时间，轻声弹奏。悠扬的琴声飘满楼道，婉瑜边走边听，声音如此熟悉，她意识到那一定是丈夫回来了。她走进家门，看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背影。婉瑜满眼热泪，一步一步走向陆焉识，慢慢伸出手搭在他的肩膀上。陆焉识泣不成声，婉瑜终于记起他了。他转过身，慢慢把婉瑜拥入怀中。他等了他20年，这一刻才是真正的相聚。可下一秒，婉瑜就抽离了他的怀抱，眼神又变回了陌生。婉瑜还是不认识他，他认识的只是那首曲子。他又把过去20年在西北写给婉瑜的信一封一封念给他听。从那之后，陆焉识就每天给婉瑜念信，和他分享自己在西北的一点一滴，还把想说的话假装信件告诉他。我听说你和丹丹最近出了点问题，她很难过，说你只记住她过去的不好，不想看见她。鱼，实在对不起，这是因为我改变了你们的生活。丹丹是个要强的孩子，即使她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，终究她还是个孩子，谁又不犯错呢？我已经不是个好父亲，你应该做一个好母亲。婉瑜听后陷入了沉思，她从没正视过这段心痛的经历。听了丈夫的话，才意识到原来女儿也只是受害者。母女3年的恩怨也终于和解，婉瑜也习惯了陆焉识的存在，她开始每天盼着他来给自己念信。陆焉识曾思考这样的关系是否还继续下去，因为在婉瑜眼里，他就是个念信的，永远都不是陆焉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看到了婉瑜露出了久违的笑脸，那一刻他不再挣扎，只要能陪着她，自己是谁都已经不再重要。今天是大年30，一向守时的念信人等到晚上都没有来。女儿告诉他，因为念信人病了。婉瑜听后立马装了饺子去拜访。推开门，她看到陆焉识卧在床上。婉瑜并没有叫醒他，而是默默把怀里的棉被扒开，端出里面热乎乎的饺子，轻轻放在床头。就这样，他们过了很多年。婉瑜已经垂垂老矣，走不动路，但一直不变的是，每月5号都会去火车站接自己的丈夫。而陆焉识就这样陪着婉瑜，早早骑上自己的拉车，载着婉瑜到火车站，拿着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，陪她等待那个永远等不到的人。婉瑜等了陆焉识一辈子，陆焉识也陪她一辈子。所有人都认为婉瑜是遗忘，但只有陆焉识知道，那是他对自己的坚守。